大家好，今天是11月8号。昨天比特币是又跌了1.5%。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给了4天的买点，你不要去追价。20400再观察一下有没有回撤的位置。那昨天这个低点是回撤到这个位置，不过短线也没有操作，因为还是持有长线的仓位。不然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短线上今天是很关键哦，特别是这一根放量下跌的 K 线怎么去比对。当时这一根放量下跌的 K 线，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守住，最终再来了一根大涨，而且过了前面的高点。其实现在观点还是不变啊，压回来你要站在买方，因为整个趋势一个低点、2个低点、3个低点、4个低点、5个低点，这个位置低点必须要守啊，你不能再下去。如果是真的再破下去，或者是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除了这个20400，还有一个支撑位，其实维持不变，就是在这个2万。如果下去的话，当然我整个中线还是一样，有可能它目前就是走2步可能会退1步，或者是走3步有可能会退2步的一个走势哦。尽量我们操作上不要去追加，以及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涨了一根现在是全部洗回来。一个是大陆的股市有可能资金在回流啊，因为最近那个创业板是涨得很凶猛，所以有可能比特币这一波烂行也判断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1、2、3、4、5浪本来是预期看5浪还有没有高点到23000再进行一个调整，那现在后续可能烂行要修正。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 1 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昨天这一根放量的下跌，现在是量能。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前面这边也是跌了几根，突然间在这一根是有一个下跌，而且它有上影线哦。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也是一度有上影线。那我们如果去比对的话，是这样子：高档的时候没什么量，高档的时候量能也不是很明显哦。跌下来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放量，跌下来在这个位置放量。其实这个20400我已经讲了几天，就是4个小时里面，当时这边是有一个多方的吞噬，然后这是一个插入线，插入线看起来这边是有一个抵抗，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大胆的站在多方，后面是上来以后，我们细心观察一下，这如果是一个 W 底也好，或者是矩形也好，突破的时候是不是有压回？所以这一次压回的这一个低点是又守在就这个位置20400，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不能破哦，它到底要不要守？万一是守不住要怎么办？那另外一点就是你尽量观察一下这整个区间，就这个区间不能破，破的话有可能整个，比如说低点走高，低点走高，3个低点走高，那高点呢？1个高点、2个高点、3个高点、4个高点，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上升趋势。维持在这边，那就是这个低点不能破，破的话有可能是不是要开始走负 N 型啊？负 N 型，当然我整个中线观点还是不变，它有可能目前的区间全部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要大涨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不排除会不会到明年的3月份。但是现在就整个走势来看，我的观点还是不变，我们尽量趋势为王，20MA 散户生命线。还是价格是在这一个线的上方，下方20天的成本它具有保护的作用，压回来不一定会跌得很深，当然也不排除它如果破了这个20MA 呢，下一步其实2万的这个位置也是很关键，这一条60MA 下一步有可能也要来到这个2万附近，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尽量观察吧，如果20400能就算守不住，就观察一下这个2万必须要给我守。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的一个地方，这一根 K 线它是一半给破掉，那今天是很关键，我们去比对一下，比如说当时这一根放量的时候，这根也是放量以后，它第2根虽然是有下影线，但是收盘的时候它是遇到多底啊。如果是按正常的一种下跌趋势，实体 K 线出来之后，第2天如果是要继续往下跌，它有可能收盘会收在不会收在这种实体里面啊，所以今天截止到现在，感觉是目前的价格一直在这个影线下方来波动，是非常的弱。但是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要看明天8点的收盘，必须要给我收在这个里面，有可能这2根
K 线组合，它就是一个多底。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为什么一直看多的原因，主要一个是美元啊，美元我前面在这个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尽量去观察它的周线，它从历史上的几个位置它是有一条倾斜的，就是05年、04年的这个低点到06年到07年的这个低点，你连一条压力线过去，它在09年的时候这边有压力，而且在15年的3月份这边也是有压力，然后16年的这个高点也是有压力嘛，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倾斜的一个压力线，就这条黄色的，当时是达到114，那既然过不去，那个利率已经加到4%了，所以有可能整个全球一些外汇投资者，包括一些大咖的预期嘛，就这个美元，你可以看一下，最近是走的相对有点弱，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跟美元去对待。如果美元下一步真的要继续走弱，比特币它不一定会跌得下去啊。短期最近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最近那个大陆的股市资金有在回流啊，这一波是打到这个低点，其实破低，但是很多指标是在背离，包括它的周线，当时也是，我记得我是在哪个位置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当时是有一点事情，后面是这边破低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背离，所以它这一次上去，但是现在就整个大陆的股市，我的观点是，如果是看成一个 W 底也好，这边是有一点压力哦，所以就短期来观察，资金有可能还会回流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大陆的股市？但是我的观点是，比特币现在下来的话，还是一样，你尽量观察一下，如果美元是下一步要继续走弱的情况下，比特币目前的趋势其实还好啊，它还是向上的一个趋势。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就是目前的走势，它主要就是周线啊，周线这一条20MA 它是走平的结构，它谈不上一个支撑，也谈不上是一个压力，因为上一周也是有跟大家讲过，现在价格已经来到20周的 MA 附近，它是走平的结构，有可能还是会在这边继续震荡，是不是大涨要等到明年3月份？那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周的成本，现在来到这一个，已经是把这一根都去掉，未来有一段时间，可能再过几周，它会来到这个高位。下一步我们到时候去观察，如果价格上不去，有可能这个20周的 MA 会是一个压力，甚至有下牵引的作用，因为成本如果在高位的时候，它是具有就是卖压的一个压力，而不是成本在低位的时候有可能会具有成本保护的作用。但是这两条5周的均线跟10周的均线目前是有保护的作用，它是在保护多方，下去的话有可能就是会遇到支撑。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的，其实短期是有一点背离啊。你如果去观察一下这边破位的时候，这个黄色的低值是没有背离啊， K 值倒是有一点背离，尽量观察一下吧。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不能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